两人从青兆庵下来时，叶晨一直将那沉香手串拿在手中。他很想知道对方给自己留下这条手串寓意何在，但思前想后依旧不得其解。姑且先按林婉儿说的，这手串28颗珠子代表着自己现如今的岁数。对方将28颗穿成手串，而且明知道林婉儿会察觉异常，折返回到青兆庵一探究竟，还故意将这手串留给自己，又是想向自己传达什么信息呢？疑惑中，两人下了山，再次登上返程的山路。再上来时，那座山时刚巧遇到几位当地的老太太，几人结伴而行，正慢吞吞地从山上往下走。他们每个人都挎着一个藤蔓编制的篮子，篮子里还放了不少香油、纸钱以及土制的香。林婉儿见此，上前客气地问道：“几位老奶奶这是要去哪儿？”其中一位老太太开口道：“听说青兆庵重开了，我们去青兆庵拜佛烧香。”林婉儿好奇地问道：“青兆庵关了很久吗？”老太太点点头，差不多10几20年没开过了。山里人越来越少，寺庙也没什么香火，以前的尼姑们都走了。昨天听村里人说又来了新的尼姑，我们一起去拜一拜。林婉儿连忙说道：“您几位还是别去了，青兆庵新来的尼姑也走了。”又走了？几位老太太面露失落，这才来了没几天，怎么就走了？林婉儿道：“可能也是觉得这里没什么香火吧。”几位老太太有些颓然，一时间有些进退不决。其中一个老太太开口道：“尼姑走了，佛像还在，咱们都走到这里了，不如还是去上几炷香吧。”另外几名老太太一想也确实如此，于是便纷纷答应下来。林婉儿见几人拜佛之心虔诚，便也没再多劝，叮嘱道：“那您几位注意安全，我们先走了。”告别了几位老太太，林婉儿对叶晨说道：“看来他们是临时赶来青兆庵的，很可能昨天才到。”叶晨赞同地说道：“很可能是察觉到我们来了这里，或者是察觉到吴飞燕来了这里，所以提前过来准备。”说着，叶晨又道：“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对我们以及吴飞燕都非常了解，说不定他们此时此刻也在用某种手段监控着我们。”林婉儿叹了口气，无奈道：“一山更有一山高，以后若是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幕后负责人，一定要虚心向他讨教。”此时此刻，从10万大山通往外界的高速公路上，3辆并不起眼的别克商务车正在公路上平稳行驶。这几辆车悬挂的都是滇南省会春城的牌照，隶属于一家在国内很知名的租车公司。别克商务在华夏算得上是最家喻户晓的普通 MPV 车型，市场保有量很大，而且本身定位比较大众化，所以无论在哪里看到都不会觉得扎眼，十分低调，更没人会把乘坐这款车的人与大富大贵联系在一起。不过这3辆别克商务除了车标还是别克之外，其他的已经与别克没有半点关系。车辆经过了系统的改造，动力、安全性、私密性、舒适性都有了质的变化。此时在第2辆别克商务车上开车的便是之前在山下拦住叶晨与林婉儿的年轻尼姑，而坐在副驾驶上的便是那位年迈的师太。在那师太身后的2排座椅上坐着的便是那位被称作夫人的中年女性。叶晨正拿在手中盘捻的手串便是他特地留在青兆庵的。这时那师太回头看向中年女人，恭敬地问道：“夫人，咱们接下来怎么安排？”那夫人正看着窗外出神，听到提问便开口道：“去金陵吧，我还和以前一样暂住栖霞寺，你们2个也跟我一起，到了金陵之后就不要抛头露面了。”好。那师太轻轻点了点头，
道：“那我通知一下住持。”说着，师太又问：“对了，夫人，接下来您还想接触一下哪位姑娘？属下看看能否找到机会。”夫人挑了挑眉，笑道：“想见谁啊？我倒是挺想见见伊藤菜菜子。这些女孩子里，最有希望入道的便是她了。”师太微微一笑：“那属下想办法安排一下。”夫人点点头，轻笑道：“她好像正在香榭里学习武道。”“是的。”师太道：“与她一起的，还有苏若离和秦傲雪。”夫人道：“这2个女孩子的天赋，还不能与伊藤菜菜子相提并论，除非有天大的机缘，否则没什么机会入道。”师太不禁有些担忧地说道：“夫人，伊藤菜菜子毕竟是日本人，若她真的入道，会不会有些风险？”夫人摇头道：“不必担心，她是哪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人品是否端正，以及她的心在哪里。如果品行不端，心向一端，就算是华夏人又如何？”顿了顿，夫人又道：“目前看来，这个姑娘品行上无可挑剔，而且她的心也早就不在日本了。”师太眉头舒展开来，笑着说道：“夫人说得对，是属下多虑了。”夫人点点头，问他：“对了，你今日见林婉儿，对她感觉如何？”那师太感叹道：“属下觉得，林婉儿即便站在属下面前，属下也完全看不出半点岁月的痕迹，活了300多年，还是少女的样子和感觉，属实令人羡慕。”说着，师太又道：“不过，她总能隐隐约约给属下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夫人微笑道：“没有半点修为，却能躲过吴飞燕300多年的追杀，同时还能在巨变的世界里完好的生存下来。林婉儿的心智一定远超常人。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她的存在，但和吴飞燕一样，也一直找不到她的半点线索，直到她在北欧被下人出卖。由此可见，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聪明。”师太忍不住问：“那她将来会不会猜出您的身份？”夫人道：“一定会，只要我们后面与他们还有接触，这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师太连忙问：“夫人，那您做好准备了吗？”夫人摇了摇头：“还没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格外谨慎，不要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师太点了点头，道：“夫人，我们差不多40分钟后到机场，机组随时待命，您看航线怎么安排？”夫人神情微动，问道：“他们呢？”那师太知道夫人问的是叶晨与林婉儿，便连忙道：“他们的飞机也在雍州，估计稍晚一些也会直飞金陵。”夫人点点头，沉吟片刻，开口道：“那我们还是谨慎些，先飞燕京吧。到燕京之后，换一架飞机再去金陵。在林婉儿面前，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这次直接与她接触，便是等于告诉他们我们一直都在暗中观察，往后他们只会更谨慎。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